姑娘，真的要换吗？奴婢总觉得不妥当。换。上一世的今日，马车受惊，萧晨为了救我摔断了一条胳膊，从此我便认定萧晨，倾尽全力助他登上帝位，最后我却得了那样一个下场。走吧，去护国寺重生归来。这一世，我要亲眼看着命运如何反转。二姐姐怎么在这里？怎么，我不能在这里？刚才丫鬟禀告有人进了马车，我和扶松担心是你，正要赶着去看看。只是你怎么穿着丫鬟的服饰？我上的香断了，表妹不是担心我有血光之灾吗？我就找那边的道士算了一下，道士说我和丫鬟互换衣裳首饰，便能躲过一劫。萧晨，这一世你应该等着救我，不知道你发现救的是我的丫鬟，会是什么神情？多谢豫章郡王救下臣女这丫鬟的命，若非豫章郡王相救，宝翠只怕已命丧当场。臣女将她献给豫章郡王，以便他报答豫章郡王的救命之恩。本王不缺丫鬟伺候。豫章郡王，您的胳膊没事吧？为了救个丫鬟把自己摔伤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我希望你只是嘴硬，不是真的没事。晦气！想到这混蛋前世对我的冒犯，在我死后扬我骨灰，就控制不住干血君意。表姐还是这么怕晋北王世子啊？谁怕他了？前世只知道是被一位姓沈的姑娘始乱终立了，只因我也姓沈，死后3年还被人怀疑始乱终立的人是我，这我冤不冤？可惜大伯父倒是晋北王都手握兵权，加起来有朝廷1半的兵力，再加上大伯母云家富可敌国的财富，皇上是不会让2家结亲的。实际上前世皇上有意将赐婚给男子，只是大家被始乱终弃，深受情伤，直接回绝了皇上。我现在一心只想回定国公府，想见爹娘，想见大哥，我太想他们了。娘，娘，女儿好想你。出门连2个时辰都不到，倒像是许久没见似的，衣裳也没换，也不怕郑国公夫人看了笑话。还是女儿好，喜欢黏着娘，不像儿子，一整天都瞧不见人影。沈夫人有2个女儿，真是叫人羡慕。可惜女儿不能一直留在身边，总归要嫁人。咱们2府离得近，以后要成一家人，来回方便。一家人，这话怎么听着不对味儿啊？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。娘，郑国公夫人来咱们府里做什么？来替世子求娶你的。求娶？难怪今日沈柔他们会改主意去护国寺，怕是早就知道郑国公夫人会上门提亲。是因为萧晨救我摔断胳膊的事传回府，郑国公夫人不敢和萧晨抢人，所以才没张嘴提，只是做做就走了。这一世萧晨救的只是我的丫鬟，郑国公夫人提亲的事没被打断。娘，您和爹同意了？等看了八字没问题，就把亲事定下来。爹娘虽然舍不得你，但早点嫁了，爹娘也安心。大女儿在亲事上栽了跟头，是我心底的痛。小女儿的终身大事，我必须慎之又慎。亲事还没有最终敲定，还有转圜的余地。郑国公世子是不错，但我重生回来是为了报仇，可不是为了嫁人。爹爹呢？豫章郡王救你的丫鬟摔下山坡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受伤。你爹进宫和皇上请罪去了。那大哥呢？你大哥出府还没回来。娘，豫章郡王救了宝翠，我要把宝翠送给豫章郡王。这丫鬟命贵，女儿不好再留在身边当个丫鬟使唤，就送去庄子上容养吧。留着这丫鬟，万一怂恿女儿去见豫章郡王，打发的也好。也好，就把宝翠送庄子上去吧，好生养着。夫人，奴婢不要被送去庄子上，你让奴婢留在姑娘身边伺候吧。国公府姑娘穿着丫鬟的衣裳不成体统，快回去换了。定国公府还是记忆里的模样，前世大哥和父亲先后出世，爵位由二房继承之后，就把国公府全改造了一番。二叔将主玉儿接回府后，主玉儿怕孤单，就要和我住一起。
后来他们拿姑父的救命之恩给我施压，要我把清怡院让出来。但明明是他们觊觎我的东西，却倒打一耙，说我容不下一个孤女。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会一样不少的拿回来。我会把叶福堂打回他该在的位置。不是犯错的人才被送去庄子上吗？宝翠姐姐帮姑娘躲过血光之灾，怎么也被送去？那谁知道啊？姑娘就不怕庄子上的人欺负宝翠姐姐吗？倒是我疏忽了，那你就跟去伺候宝翠吧。奴婢多嘴，请姑娘息怒。送紫渊去庄子上。是。前世2个月后，宝翠思怀身孕事发，被娘亲杖毙。我便将紫渊提拔上来，做了身边的大丫鬟。康王府太妃寿宴那日，我遭人按下迷药，渐渐神志不清，是紫渊扶着我，引着我去找萧晨。那日之事，我早已记忆模糊，只在彻底昏死过去前，遥遥看见萧晨朝我走来的身影。事后，沈柔与叶福香口径一致，皆说当日是萧晨救了我，连紫渊也在一旁附和作证。我对此深信不疑，从未有过半分疑心。这次我不会再把这些吃里扒外的丫鬟留在身边，为自己埋下隐患。前世爹娘不同意我嫁给萧晨，宝翠怂恿我偷溜去豫章郡王府私会萧晨，珊瑚劝我别去，说宫夜和夫人知道了会不高兴。我没敢去，珊瑚就死在劝我的那天傍晚，溺死在莲花池里。我记得你有个同乡在府里，叫什么名字？姑娘还记得这个？叫银串，在花园负责侍弄花草。让他来见我。前世珊瑚溺亡后，银串在他死的地方烧纸，被我娘撞见了，这才知道银串和珊瑚是同乡。我娘觉得银串这丫头有情有义，就提拔进自己院子使唤了。经过我娘考验的人，我放心。你以后可愿跟着我？奴婢愿意。后来娘死的时候，银串已经是娘身边的1等大丫鬟了。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银串用银簪刺喉自尽了。回去收拾一下，就搬来和珊瑚住。哎，姑娘，世子爷来了。没疯啊，妹妹是有什么10万火急的事要找大哥的？大哥，我不想嫁给郑国公世子，你帮我搅了这门亲事。啊？这爹娘都同意了。大哥不帮我，我就告诉爹娘你有心上人了。别胡说，大哥哪来的心上人啊？那大哥偷藏人家的画像，连脸都不画。不是，这妹妹是怎么知道的？大哥就说帮不帮我吧。哎，帮。前世不止我和长姐的亲事被人算计，大哥也没能幸免。大哥被迫娶了大嫂，2人貌合神离。大嫂从大哥的书房暗歌里翻出了那幅没有画脸的画像，但是不论怎么逼问，大哥也没有说是谁。大哥既然喜欢，为何不上门提亲？亏得大哥听说你有急事找，火急火燎就赶来，结果倒好，威胁大哥。总会知道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让大哥被人算计，抱憾终生。姑娘，天快黑了，回去吧。见过母亲，见了大哥，我迫切想见父亲，可惜军务繁忙，父亲天擦黑才回府。姑娘，今儿要去给老夫人请安吗？自然要去。既然回来了，生活自然也恢复在归惹女儿时的日子。认识谁瞧了都会觉得是个慈眉善目的祖母，可养出2房4房这一窝窝狼子野心的老夫人，又岂是良善之辈？孙女给祖母请安。昨晚睡得如何？回祖母，睡得很好。宝翠当众被豫章郡王救了，你有所顾虑，送去庄子上容养也无不可。身边少了个大丫鬟，以后让碧珍去照顾你。我知道祖母是最疼我的，但祖母能不能再疼我一些？我不想要碧簪，她和珊瑚性子差不多，我喜欢红袖。祖母能不能忍痛割爱，把红袖给我？红袖是老夫人使坏了的，怎么能给你？难道她这么喜欢红袖一个丫鬟？我这个做祖母的还能舍不得给吗？多谢祖母。前世珊瑚溺亡后，老夫人将碧簪赏给了我，结果红袖在不久后就被秘密处死了。只有把人弄到身边，我才能亲手把那隐秘挖出来。昨儿多亏表妹替我解血光之灾，我都没好好感谢。我准备今儿再去护国寺一趟，你们与我一起吧。我要练琴，就不陪你去了。我也得练舞。这些人平常都是围着沈柔打转，只有花钱的时候才会黏着我。
只是道谢，派管事去就行了，不用你亲自去。娘要不放心，娘陪我去。锦儿，娘要招呼郑国公夫人，女儿一个人去护国寺便是。路上小心。前世直到我撞破萧晨和沈柔颠鸾倒化，萧晨也不再和我撞，直接将我打入冷宫。云家受我拖累，当天以子虚乌有的罪名抄了云家，派人追杀离京在外的二表哥和三表哥。云家上下几百口人，只逃离一个三表哥。还是谢君义要养我骨灰，三表哥知道后赶去阻拦谢君义，我才知三表哥没死，还追随了谢君义，成了谢君义的心腹。姑娘来了，快请进。大表哥在不在府里？大少爷一早就出府去了。派人去找大表哥，就说我有事找他，带我去见外祖母。爹娘和云家对我掏心掏腹，我前世竟信沈柔的话，动摇自己不是爹娘亲生，真是该死。这一世我绝不让云家重蹈覆辙。锦儿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你娘也没和你一起来？娘是要和我一起来的，只是出门时郑国公夫人去了，娘就留下招呼她了。刚还和老夫人说起你的亲事，给你准备嫁妆呢。前世我嫁给萧晨，云家给了我18间铺面、6个庄子、1000亩良田，以及数不清的珠宝字画和绫罗绸缎，我大半都拿出来帮萧晨拉拢朝臣了。可是受委屈了？没有，就是想外祖母了。想外祖母了就来云家，你能常来陪外祖母说说话，外祖母高兴都来不及。表姐来的正好，刚刚冀州送了浮光锦进府，我们正准备明儿给你送去，没想到表姐就来了。前世云鸾云清送去定国公府给我和沈柔，最后风光是沈柔和叶福香的，羡慕嫉妒恨全落在我一人之上。多谢外祖母想着我和府里的姐妹，但浮光锦太贵重了，一旦带回去，他们的迫不及待做成群长，到时候一起出门太过招摇了。花好还需绿叶映衬，我今儿先带一匹回去，剩下的回头再拿。确实招摇，也好，外祖母先帮你收着。外祖母，表哥来了，我先去和表哥说些事情。没事儿，你先去吧。这2件事都非同小可，表妹没告诉姑父姑母。不抓一个现情，那些人不会承认的。父亲军务忙，我怕大哥耐不住脾气打草惊蛇，思来想去，还是找表哥帮忙稳妥一些。表哥派人去查，有消息就差人告诉你。长姐的仇，云家的劫，我要一件一件提前布防。锦儿吃这么少？外祖母，我吃好了，等下还要回府，再待会儿吧，难得来一趟。改日我再来陪外祖母说话。表姐，把这些东西全都带上吧。不了，就只要那匹淡紫色的浮光锦就行。姑娘最喜欢的不是蓝色吗？为何要拿淡紫色？姑娘，您最喜欢的不是蓝色吗？为何不拿那匹？因为浮光锦我不是自己用，沈柔和叶福芳喜好差不多。前世浮光锦人人有份，他们还挑过颜色，如今只有一匹，我倒要看他们会不会争得头破血流。姑娘，您回来了。对了，郑国公夫人来府里所为何事？郑国公夫人将二姑娘的更帖还回来了。更妾还回来了就好。为何还回来？说是昨晚上郑国公府出了不少怪事，鸡飞狗跳，就连郑国公的马都口吐白沫倒地不起。我去，大哥这事办得也太快了，只差没把我和郑国公世子8字不合6个字拍郑国公脑门上了。不会是被我给威胁怕了吧？姑娘去哪儿？去大哥书房。我记得明明放这里的，塞哪里去了？大哥怎么了？妹妹怎么来了？多谢大哥帮我退切。大哥怎么了？我靠！谢君义怎么会在这儿？大哥和谢君义关系极好，谢君义明知道大哥最疼我这个妹妹，却那般冒犯我，打狗尚且看主人呢。迟早让大哥和谢君义断了往来，免得被带坏了。你刚刚嗓门可不小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不灭口吧？不愧是自家妹妹，有气魄。你上，大哥去挖坑埋尸。这还是不是自己亲大哥了？我是开玩笑的，妹妹不会真的去吧？我怎么感觉妹妹真有胆量把晋北王世子杀了呢？
我们兄妹开玩笑的。这个把柄我笑纳了。傅光锦，刚从云家拿回来的。不是去护国寺了吗？怎么去云家了？郑国公夫人来府里，娘没法陪我去护国寺，我一个人有点害怕，就改道去了云家。可惜浮光锦太过珍贵，云家也只有一匹。表妹最喜欢淡紫色，这匹浮光锦就给你吧。给我？表姐舍得？我也舍不得，想留着自己用。这不是爹娘想给表妹挑门好亲事，过些日子顺阳长公主府办宴会，表妹穿一身浮光锦的裙裳献舞，必定惊艳四桌。舅母莫不是嫌我累赘了，要把我许人？你不要，那我就送三妹妹了，就当是提前送她的集金礼。我要，多谢表姐。姑娘为何先让扶桑穿浮光锦的裙装，不该先紧着自己的吗？对了，之前姑老爷替国公使挡箭，扶桑才没了爹娘，姑娘让着他些也是应该的。凭什么好处都让叶扶桑占了？二姐姐对表妹可真好，没有姑父舍命相救，就没有父亲了，对表妹怎么好都是应该的。见过姑娘，你可是我特地向祖母讨的，哪能做这些粗活？以后这些事让珊瑚和银串做就行了。这是奴婢分内之事。我向祖母要你是看上你针线活做得好，外祖母和祖母的寿辰就隔了1个月，我给祖母绣百寿图，不好厚此薄子，但一个人又实在忙不过来，刚巧祖母要赏我丫鬟，我就趁机向祖母要了你。你跟着我自然比不上跟着祖母，但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这金镯原是一对，等百寿图绣好，剩下那只我也赏给你。之前听说二姑娘一向出手大方，但没想到会出手这么大方，随便一赏就是金镯。奴婢会尽心帮姑娘绣百寿图的。别羡慕了，我更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不信任红袖，以后相处的时候，你和银串别对红袖掏心掏肺。奴婢记住了。一连2日都没能见到父亲，不过前世几个月后，边关就出了乱子。父亲身为大将军，忙些也很正常。现在最想见的人里，除了父亲，就只有长姐了。想到长姐的遭遇，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难受。表姐，平常叶扶桑都不等我，直接就去给老夫人请安的，今天竟然会等我。听院子里小丫鬟说，昨儿傍晚三姑娘去找表姑娘，不知为何两人争吵了起来。三姑娘走的时候很生气。叶扶桑和沈柔闹掰是我的计划，但我没想过叶扶桑和沈柔闹掰后会黏着我，不仅黏着我，甚至利用我和沈柔争斗，我又岂会受你利用？表姐，咱们一起去给老夫人请安吧。好。好啊，我也去。三表姐不去吗？三姐姐肯定跟我一起去啊。我就不和你们去了，我今儿要去永清伯府看长姐，看完大脚甲再去逛街也不迟。这些日子绣百寿图，好不容易才学会的双面绣枕法都生疏了不少，准备让长姐再教教我，怕是没空去逛街。我宁愿扶桑可没沈锦学做针线，不止永清伯府，沈柔也不愿意待在这儿受沈柔他们都不欺负。那我陪表姐去永清伯府。昨儿我要去护国寺，便妹要忙着练武，都没空陪我去。我见你这般勤奋，还打算让娘给你请内教坊的副使来府里指导你。你要跟我出府，一整天可就荒废了。多谢表姐。应该的，不是都觉得我理应对叶福芳好吗？那我就好给他们看，好给整个京都看。我会把叶福芳捧得高高的，只有站得高才能摔得惨，会让满京都的人都知道，定国公府2房嫡女还比不上一个私生女多才多艺。娘，表妹要练武，我打算让娘给扶桑表妹请内教坊的副使来府里指导一下。既然请了，就再请一个擅长弹琴的，指导一下柔儿他们。请内教坊副使进府一趟不容易，三妹妹他们不跟着一起长进吗？学抚琴回头可以另请，到时候表妹也能跟着一起学。事事以表妹为先，站在表妹的角度去考虑。我们长房只欠叶湖商，可不欠2房什么。这样也好。我让人拿帖子去内教坊。我去永清伯府看长姐。希望今日是我最后一次进永清伯府，这个火坑。养我。
锦儿，怎么来永清伯府了？长姐哭了。没有。怎么回事？刚刚世子爷的表妹许之意来了，不小心划破了世子夫人给世子爷做的锦袍。世子夫人还没说什么，表姑娘先委屈上了。世子爷认定世子夫人骂了表姑娘，数落了世子夫人好几句。长姐一条命他们都没放在眼里，又何况是长姐做的锦袍。娘给爹做锦袍是因为爹会珍惜，损坏一点都心疼，给不在乎的人做那是自讨苦吃。在他们眼里，长姐亲自做的和府里绣娘做的没差别，又何必耗费这个心神？我知道，为这样的事伤心不值得。长姐还是陪我去逛街吧。夫妻之间哪有不拌嘴的？只是争了几句就闹着回娘家，这太不懂事了。方才是我不小心，我给表嫂赔不是。什么拌嘴？又赔什么不是？你们不是要回定国公府？长姐弄坏了姐夫的锦袍，心底过意不去，我陪她上街给姐夫挑份礼物赔不是。那你们去吧。长姐弄坏了姐夫的锦袍，心底过意不去，我陪她上街给姐夫挑份礼物赔不是。那你们去吧。前世我和爹娘都不知道这回事，长姐不到半个月就被他们给害死了。要说了他们害怕，难保不会提前动手。前日托护国寺外最长甲的福，我才过一劫。事后我让护国月帮长姐算算什么时候能有子嗣。长甲说子嗣不是眼下最要紧之事，让长姐这半个月不要出府，尤其切记去净庙。长姐答应我，这半个月不去人少的地方，哪怕就是在永清伯府，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。我平常就甚少出府。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姐妹上回痛快逛街是什么时候了，或者说就没有两姐妹一起逛街过。身边总跟着粉袍女和似粉袍女的她们，还得处处迁就她们，可不是嘛？还是这样自由自在的好。曾经青梅竹马的两个人，最后到见面连声招呼都不打的地步，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我恨不得将永清伯府挫骨扬灰。那个曾经和沈瑜有婚约的，就是顾锦溪。因为沈瑜落水被永清伯世子赵文渊所救，没办法，昭平伯夫人就只能上门将亲事退了。退亲时正好是沈瑜出嫁的日子。如果长姐能合理，她还会娶她吗？长姐慢走。你也是。我上回见顾锦溪还是前世沈瑜的忌日，爹娘大哥都没了，我去祭拜，在长姐的坟前见到了同样去祭拜顾锦溪。我还记得她当时双眼赤红的样子。我记得前世顺阳长公主府牡丹宴，顾锦溪也去了，也没几日了，到时候再说也不迟。前世不过教了3日就突飞猛进，反倒是沈柔他们精进不大。我幼时落水，他们读书启蒙，我在吃药；他们学抚琴跳舞，我还是在吃药。可以说在10岁前，我就是药罐子。爹娘对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平安长大，我也曾想和他们一样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，只是体力不济。爹的女儿不需要学那些锦上添花的东西，等你再长大些，爹教你如何骑一匹马。定国公府有个病秧子小女儿，是满朝文武都知道的事，所以前世我为消沉所救，父亲以我幼年落水伤及根本，恐无法生养为由，回绝皇上的脾气。皇上没有丝毫怀疑，只是谁也没料到我会中计，还有了孩子，不仅让父亲没有了拒婚的理由，还差点被扣上欺君的罪名。老夫人，您看这2位小姐真是天生丽质，聪慧过人呐！老夫人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。老夫人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这谢礼我就收下了。
哎呀，老夫人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真是太感谢了。2年前父亲立下大功，皇上要封我为县主。得知这好消息，我很高兴，这是父亲给我的荣耀。然而叶扶桑红着眼睛说：“有父亲真好。”后来爹娘就哄着我，让我将县主之位让给叶扶桑，以后立功再向皇上给我请一个县主之位。有父亲真好。比起县主之位，我自然更想父亲好好活着，就让给叶扶松了。皇上也感念叶将军舍命相救，保住父亲的命，要把封赏给叶扶松，皇上又岂会不答应？就这样，叶扶松成了长乐县主。从此，京都世家举办的宴会，他都会收到单独的一份请帖。6天时间过去，绣坊已经将群赏赶制出来。毕竟前世一人一剑，绣坊夜以继日赶工，不及现在尽善尽美。娘三门口是多了，娘，你看叶扶风那裙裳，我穿的这是什么？真拿你没办法。走吧，娘带你出府挑套华贵头饰。我知道你喜欢这套首饰，特意给你留的。刚才那位夫人已经买了，我就没拿出来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娘别担心，表妹要是身体不舒服，丫鬟肯定会告诉娘的。一会儿我去看看她。爹娘疼我，但县主之位还是给了叶扶商，可见他在国公府的地位不在我之下。也好，你们表姐妹年纪相仿，能聊得来。表妹这是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表姐将浮光敏送给我，又找内教坊李副使指导我跳舞，祝我在顺阳长公主府牡丹宴上大放光彩。但我挑遍首饰，没有一件能配得上那套裙裳，压不住，就显得头重脚轻。说白了就是要首饰，沈柔有的她也要有。沈柔有二夫人给她买，她就要我娘掏钱，顶着叶胡通的身份，还真当我爹娘欠了她的，要得这么死通然。梳妆匣里没合适的，府外首饰铺里肯定有，我陪你出府买就是了。我钱不够，不让你花钱，我送你。亲了，你先表演。多谢表姐。珊瑚，你去问问三姑娘她们要不要一起出府逛街。还是我们俩去吧，这些天练舞，三表姐都说耽误她练琴了，出门至少要半天时间，还是别耽搁她了。好，都听表妹的。表妹看哪套首饰配你的裙装，贵些无妨。不是一眼看上非买不可的，都不是真的喜欢。2楼要没有让表妹眼前一亮的首饰，可以去3楼看看再做决定。我可以去3楼选。既然说了要送表妹一套首饰，只要是表妹喜欢的，不拘价格。就这套了。这一套首饰要3666两，我的天啊！姑娘对表姑娘也太好了，姑娘自己都没买过这么贵的首饰。姑父为父亲挡剑而死，表妹小小年纪就没有了父亲，我怎么对她好都是应当应分。就是沈家小姐，听说她得了哪只价值连城的不摇。二姐姐，当真送了表妹一套价值3600多两的首饰。二姐姐眼里只有表妹，什么好东西都紧着她。祖母说的话你们都忘了吗？表妹是孤女，虽然父亲将她接进府当亲生女儿一般对待，但外人不会信，只有我把县主之位让给表妹，别人才真的信父亲一心为表妹着想。我连县主之位都让了，一套首饰又算得了什么？表妹已经到了许人的年纪，她盛装打扮出现人前，能更好的说一门亲事，你们就别和她比了。二姐姐，你最大方了，那么好看的首饰我也想要，二姐姐不能厚此薄彼呀。别说你想要，我自己也想啊，奈何钱就只够买一套的，只能先紧着表妹了。好歹二姐姐也想着我们一点。出府一趟乏了，我就不留你们了。让他们得知我要叫他们一起出府，却被叶扶商拦下，不让他们跟着一起去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？叶扶商寄人篱下，反倒是爬到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了。
你送了扶桑一套价值不菲的首饰，怎么没自己也选一套？只是表妹有，三妹妹她们都羡慕不已了。要是我也买了，非得闹翻了不可。府里闹起来，老夫人肯定会训斥娘太惯着我了，导致家宅不宁，然后明里暗里施压，最后还是要娘花钱息事宁人。我虽不看重那些金银，但娘和云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好孩子，你爹说你长进了，果然长进不小。4月初8，牡丹宴。哇，这就是江家大小姐啊！就是。以沈柔的气度，每使阴招让叶福芳穿不成浮光锦，戴不成首饰，让自己沦为叶福芳的陪衬，定是被敲打过。叶福芳是二老爷的亲生女儿，能定门好亲事，对二老爷百弊无一害。只是二夫人还被蒙在鼓里。哎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想必顾锦熙应该也快到了。要知道走这条路会碰到这混蛋，我肯定换条路走。迎面碰上，少不得要行礼。见过豫章郡王。你们表兄妹感情这么差吗？见面都不带打招呼的。表哥，你是？我是妞儿，你的表妹啊，不知道你是大表哥还是二表哥？我是你三表哥。三表哥。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认错表哥了，尴尬的恨不得钻地缝。打那天起，我看到谢君逸都是能躲则躲，就这样还被谢君逸欺辱到扬我骨灰的程度，我实在不甘心，继续找人。姑娘是要找谁？顾锦熙。要不姑娘在这里等，奴婢去找也好。这丫鬟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那人是永清伯世子赵文渊吗？别动！我敢不动吗？前世我被他抓进树林里欺负了2回。谁准你对我笑的？你觉得我还笑得出来吗？你答应等我守孝完，等我从边关回来再上门提亲，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嫁人？你就那么喜欢萧晨吗？那天谢君逸误认为我是对他始乱终弃之人，质问我。谢君逸力气大，我挣脱不开，又不敢大声喊人。谢君逸强吻了我，甚至差点在树林里要强迫了我。我咬破的嘴唇，打了他一巴掌，他才清醒过来，甩开我走了。那是我们前世最后一次见面。再后来就是扬我骨灰的时候。表哥，不要！表哥，不要！刚刚要不是谢君逸将我拽回来，我就出去撞一个现行了。想死表哥了，一会儿就好。表哥，今儿就放过我吧，我今日还要跳舞。跳给谁看？你还想嫁给别人不成？表哥，别太鲁莽，轻一些。放心，不会弄疼你的。差点暴露了。看到我当没看见，刚帮了你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你在怕我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沈锦不止怕我，甚至还想杀我。姑娘跑去哪儿了？刚刚去花园附近都没找到姑娘，让顾锦熙久等了。沈二姑娘找我有事。我一直希望你能成为我姐夫的，
我与你长姐有缘无分。我长姐出嫁2年，你为何至今还没娶妻？你是不是还喜欢我长姐？如果我长姐和离了，你可还愿娶她？和离？你长姐怎么会和离？长姐一定会和离的。你若是已经将我长姐放下了，我为方才的冒昧向你赔礼道歉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我娶。我长姐这辈子只会和离一次，以后只有丧我，没有和离了。我不会负的。我也相信父亲给长姐挑的夫婿不会有错，就只看在长姐死后，顾锦熙还去祭拜长姐，就值得赌一把。护国寺外近来名声大噪的道士是我的人，如果你确定不介意我长姐嫁过人，还想娶她，就想办法让伯母去找那道士帮你算姻缘。如果你介意，也是人之常情。长姐和离后，我会给她找一个山清水秀之地安度此生。我记下了。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痛苦，我希望长姐和昭平伯世子此生没有遗憾。今儿三姑娘和魏国公府四姑娘又吵起来了。三姑娘和魏四姑娘因争抢首饰结怨，自然魏四姑娘也不会对我这个定国公府2小姐有好脸色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前世萧晨救我摔断胳膊，缺席这一世的牡丹宴，只是胳膊摔脱臼早恢复了，后来不足为奇。前世沈柔得内教房指点琴技，长进不少，这一世不仅没长进，还因为要李副时指点跳舞的机会懈怠了几日。他就没见过我这么缺心眼的，这般捧业扶丧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气死我了！今日是牡丹宴，赴宴的人作一首牡丹诗，其中最出彩的将赢得魁首，有彩头，1炷香为限。表姐先，我不善作诗，你来吧。这首诗是你当场做的吗？自然。怎么了？我在花园捡到一首诗，和沈三姑娘的一模一样。怎么可能？今日牡丹宴举办到这里都顺顺利利，结果快结束了来了这一出。今日不少人不善诗词，会提前做好准备，可弄虚作假就算了，还带小抄，几句诗而已，难道都记不下来需要抄吗？这诗怎么会被人写下来？怎么还到了魏四姑娘手里？沈柔为了博才名，提前将诗做好，只是写的自己都不满意，便求二夫人找人帮沈柔润笔，还嫌润的不够好，又让二老爷找人再润了一下，一首诗28个字，润了27个，这般用心制作，怎么能不扬名？苏姑娘好本事啊！沈二姑娘，有人请您去桥边说话。是什么人要见我？连是谁都不让告诉，还想请我去说话？我只见自己找的人。沈二姑娘，告诉那人，真有事找我去定国公府。表姐就不好奇是谁找你？我没有什么事不可对人言，要找我可以大大方方的找，私下见没得传出闲言碎语，有损定国公府名声。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彩头。沈柔丢脸，叶扶烟扬名，都在我计划之中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既没展现才艺，也没有作诗，在沈柔弄虚作假的皮皮脱下，反倒显得我真诚可贵。接下来该轮到永清伯府了，长姐的事必须尽快解决。二姐姐今日倒是低调，既没展现才艺，也没做。我自幼体弱，这些本就不擅长，何必献丑？表姐，今日多亏你让我压轴上场，还有那首诗。那首诗，表妹，你的诗也是提前准备好的？我没有。表妹跳舞经验四座，诗做得好也是锦上添花。三妹妹何必计较这些？哼！姑娘回来了，宴会可顺利？一切顺利，
奴婢给姑娘打水洗漱。娘，怎么了？在牡丹宴上受委屈了？您知道吗？叶芳那贱人今日出尽了风头，她穿着浮光锦的裙裳，戴着3000多两的首饰，在宴上跳舞，人人都夸她。怎么回事？而我呢？我做的诗词被人当场指出是抄的。锦儿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歇息？女儿想父亲了，来看看。傻孩子，为父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听说你今日去牡丹宴了，玩得可开心？还好。扶桑那丫头，听说今日出尽了风头。是，表妹舞跳得好，诗也做得好。她父母早亡，咱们府里多照应些也是应该的。只是锦儿，你可会觉得委屈？父亲，女儿不委屈。我的锦儿长大了。父亲，您不知道，前世您和大哥死后，二房是怎么对我和娘的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他们得逞。父亲，女儿有一事想请教您。何事？若有人要害咱们家，女儿该怎么做？锦儿，你是不是不知道了什么？女儿只是做了个噩梦，梦到咱们家出事了。若真有人要害咱们家，你要做的就是保护好你娘和你自己，剩下的事交给为父和你大哥。表妹，你让我查的事儿有消息了。如何？永清伯世子和他那个表妹许之意确实有私情，据查，两人早在2年前就有了苟且之事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永清伯世子曾酒后失言，说沈瑜若敢阻拦他的好事，就别怪他不客气。果然如此。表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表哥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你说。帮我找人盯紧永清伯府，一旦他们有变动，立刻告诉我，尤其是长姐要出府的时候。你是怕他们对沈瑜下手？前世长姐就是去静妙庵求疾时，马车失控坠崖而死。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安排人手。我先去了。二叔将她接进府，对外只说是故交之女，但实际上她是二叔的私生女，二夫人一直被蒙在鼓里。那姑娘为何还要对她那么好？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我要让满京都的人都知道，定国公府二房嫡女还比不上一个私生女。姑娘高明。继续盯着她，有什么动静立刻告诉我。是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表嫂又在给表哥做衣裳，表哥真是好福气，娶了表嫂这样贤惠的夫人。不过是分内之事。表嫂，我听说静妙庵的送子观音很灵相，你成亲2年多还没身孕，不如去求一求。我再想想。表嫂别怪我多嘴，哥哥是世子，总得有个后。你要是一直没身孕，外头的人该说闲话了。知意说的对，我确实该去求子了。